昨天傍晚，我家附近出事了。一户人家的孩子从昨天傍晚出去后就一直没有回家。今天一大早就有保安上门来询问，我好奇地跟保安打听。最后2位保安给我看了几段视频，是每户人家门口的监控。监控里3个调皮的小孩在路边玩耍，路过哪户家门口时就会在大门上蹬一脚，然后跑开。监控里的时间是下午，我认出了这3个小孩，他们都是我女儿班上的同学。好几户人家的门都被这样蹬了几脚。可到了离我家最近的一栋别墅时，情况却有了变化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从没见过那栋别墅的主人，也没见有人在里面住过。院子里的植物没人修剪，都长出了院墙。每次路过那栋别墅都感觉阴森森的，哪怕是白天，别墅的内部也一片漆黑。按理说，这房子是绝对没有人住的。监控里3个小孩在这栋别墅门口，照例每人跳上去蹬了一脚，然后跑开。可就当最后一个小孩跳起时，门突然打开，他一脚闪进了门里，紧接着门就关上了。另外2个小孩没注意到同伴不见了，依然兴奋地向前跑着。这段视频里是傍晚，我看不清楚具体情况，可大门关上时分明像是有什么人在里面。我脸色凝重地看着这段诡异的视频，看了又看，想从那黑洞洞的门缝里看出什么，可不管怎么看，那门缝里都是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我抬起头，2个保安也是一脸严肃，他们是这片别墅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比我更清楚那栋别墅有没有人住。其中一个保安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记得你有个女儿吧？这几天还是别让小孩出门了。”我紧张地问道：“怎么？是有人贩子吗？我40多岁就赚到了下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前几年带着女儿回国买了这栋别墅，开始了我的养老生活。如今我钱多得花不完，身体也很健康，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女儿能健康成长。”那倒不是。那保安摇了摇头：“我跟你说，这是可邪乎了。那小孩一直没回家，他们家人报警了，可人警察一问，跑前面的小孩竟然说昨天一直是他们2个人一起玩的，但跑中间的小孩却说是3个人一起玩的，另一个人一直跟在他们后面。”我悚然一惊，脖子后面汗毛都竖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邪乎？我惴惴不安地问。保安摆了摆手：“嗨，这谁说的准啊？我这也都是道听途说的。”我沉思片刻，摘下手上的手表，塞到了保安手里。“你这是？”保安不解地问。“这表能换点钱，之后要是再发生什么事，麻烦2位跟我说一声。我不缺钱，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”“哎，你说你这是干嘛？我们是保安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”他嘴上这么说，手却完全没动。在外打拼这么多年，这点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。送走保安后，我朝那栋别墅的方向看了眼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可这诡异的事依然让我心底发凉。我进屋看了看时间，安安还没起床。我告诉赵叔，这几天不要让阿姨带安安出门了，幼儿园也先不去了，要是她有什么想要的都买给她。安安是我的女儿，我希望她平平安安的，所以取名叫安安。赵叔是我回国后雇的管家，家里的事我大部分都会交给他办，因为他从来没办砸过任何一件事，每件事都办得很周到，久而久之我就习惯把所有的事交给他了。虽然视频很瘆人，但我还是偏向于是有什么人偷偷住进那栋别墅了，不让安安去上学也是这个原因。反正我有的是钱，上学对他来说远不如安全重要。一会儿安安就要醒了，我准备去厨房看看今天给安安准备了什么早饭，如果有她不爱吃的就让阿姨换掉。我来到厨房，几个阿姨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，一开门就有一阵香气扑面而来。我不禁胃口大开，来到备餐台前，正想夸赞2句，但我发现几名阿姨神色有些不对。还没等我问，一位年纪最大的阿姨面色紧张地凑了过来：“小徐啊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其他阿姨看起来也都很紧张的样子，我眉头一皱：“怎么回事？直接说吧。”另一个阿姨抢先开口：“先生，这几天晚上我们总是能听到奇怪的声音。”
他声音颤抖，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他继续颤抖着开口。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野猫，因为那个声音像是在灌木丛里来回穿梭。我点了点头，这样想很正常，因为这片别墅区很大，每栋别墅之间距离都很远，物业在周围搞了很多绿化美化，所以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小动物。有时我甚至觉得突然出现一只鹿也毫不违和。可昨晚我又听到落地窗那边有声音，我掀开落地窗的帘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是不是哪里的小猫，就学小猫咪咪叫，想唤它出来，可谁知道。阿姨脸色愈发惨白，谁知道我紧接着听到一声猫叫，但那绝对不是猫，分明就是有人在学猫叫。我不禁觉得后背发凉，难道真有人贩子在这附近活动？会不会已经盯上安安了？而且那个阿姨继续说道，还有。我皱起眉头继续听着。当时我吓了一跳，一把给窗帘拉上了。她声音越来越小，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一样。当时外面明明什么也没有，可拉上窗帘后却看见了一个人影。我心里有点发毛，厨房里热火朝天的氛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冷了下来。另一个阿姨也开口道，我上卫生间的时候也看见了，当时我以为有人站在外面，我喊了一声，但没人回应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安抚了一下阿姨们。一大早这么多诡异的事，让我心里有些不安。我决定先上楼看看安安。我来到女儿门前，这个点她还在睡觉，我没有敲门，只轻轻地把门打开。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睡着，她的小脸红扑扑的，带着健康的红晕，小嘴巴微微张着。我仿佛已经看到她睡醒后得知不用去幼儿园时开心的样子了。安安不喜欢去幼儿园，可我没有依着她的性子，照例每天让赵叔送她去附近最好的幼儿园，因为我觉得多跟同龄的小孩子在一起有利于她的成长。说到赵叔，赵叔哪儿都好，就是长得有些奇怪，倒也不是丑，就是五官有些不协调。据他说是年轻时毁容了，整过容，真是可惜。安安刚要上幼儿园那会儿，怎么哄都不去，家里的阿姨也都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交给赵叔。谁知赵叔一出马，事情就解决了。每次赵叔送安安去幼儿园，安安都乖乖地跟着，不吵不闹，挺神奇的。后来我还发现，赵叔的话安安都会听。开始我还担心赵叔是不是背地里恐吓过安安，或者安安被赵叔的长相吓到了。可观察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安安并不害怕赵叔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两个相处得很好，经常欢声笑语的，甚至让我有些嫉妒。看着女儿安稳熟睡的脸，我松了口气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看见房间里的角落有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，像是从哪里捡回来的。我捡起那个布娃娃，这布娃娃身上沾满了泥土，还散发着一股臭味。应该是安安昨天在外面捡的吧？太脏了，不能给安安玩。我走时轻轻地把门带上，顺便把布娃娃也带走了。我把布娃娃交给了赵叔，让他把这个扔掉，再照着这个买一个一样的回来。赵叔接过布娃娃，若有所思。因为担心人贩子潜伏在附近什么地方，后来的几天我一直没让安安出门，可算是让安安开开心心地玩了几天。这期间我还让赵叔打听了一下那3个孩子，很快就打听到了。当时跑在最前面的叫刘宇轩，中间是张浩文，最后面的是王小小。因为担心幼儿园有问题，我特意让保安留意还有没有跟安安同班的小孩子失踪。不过这几天一直很平静，那2个保安每天都会跟我汇报最新消息，没发生什么特别的，阿姨们也没再说发生什么怪事了。我渐渐放下心来。这天早上我心情大好，因为刚刚保安来跟我说王小小找到了，不是什么人贩子，更不是灵异事件，是当时刘宇轩说了谎，目的是和王小小一起吓张浩文，只是一场小孩子的恶作剧。其实王小小进入那栋别墅后，就从院墙上的一个小洞钻出来了，院门也是这样提前打开的。而院门的重量恰到好处，对几个小孩来说，不特意用力是蹬不开的。后来王小小从车库进了刘宇轩的家，不小心玩过了头，一直没回家，家长着急报了警，就更不敢回家了，一直在刘宇轩家躲着，直到刘宇轩的父母回家，才发现
自家儿子卧室里藏了个小孩，也难怪一直没找到。警察当时只找了那栋事发的别墅，其他别墅的监控什么都没拍到，压根也没理由搜查。这片别墅区非常大，即便这里本是最豪华的别墅区，到了晚上，零星的路灯在这偌大的别墅区都像是幽深树林里的萤火虫，更不用说监控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。安安也在家好几天了，差不多该去幼儿园了。我把这事交给赵叔，我则出门准备去看看那栋别墅。为了让自己彻底放心，我要亲眼看看那院墙上的洞。谁知我刚一出门，一个男人就鬼鬼祟祟地站在我家门口。我吓了一跳，怒气冲冲地喊道：“谁呀？你是？干什么呢？”那人也吓了一跳，见我出来，他上前问道：“你是这家的主人吗？你到底是干嘛的？不说我可报警了。”“我姓叶，你可以叫我叶大师。”男人明显思考了一下，这分明就是现编的。我气得拳头都硬了。“大师是吧？我这就报警，你别走。”我掏出手机准备拨打报警电话。见我真要报警，他有些急了：“我不是骗子，你家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我路过这里，刚才看你家阴气缭绕，肯定有不干净的东西。”他神情恳切，不似有假。我当然不信，你说有就有，怎么证明？他对我说：“你家最近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？”好经典的台词，各种各样的骗术我见多了，我断定他就是骗子。此时听到动静的赵叔也出来了。“发生什么事了，先生？”他应该没想到家里还有人。听到赵叔出来，他脸色一变，盯着赵叔看2眼。“罢了，你若不信我就不打扰了，有事联系我。”说完他扔下一张名片就走了。果然是骗子，估计前些天就是他在装神弄鬼。赵叔过来捡起了那张名片：“先生，那是谁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一个骗子，也可能是人贩子，反正不是什么好人，你通知一下，谁要是在家附近看见他就直接报警。”赵叔点了点头，悄悄地收起了那张名片。我围着那栋无人别墅绕了一圈，在一面墙下发现了一个小洞，大小确实可以让小孩轻松钻过去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看了看这毫无生气的别墅，不由得心头一凉，还是算了。回到家里，安安已经醒了，她听到我回家，鞋都没穿就欢腾地跑下了楼，阿姨提着鞋在后面追着。可爱的女儿向自己跑来，多么温馨的一幕啊！我一把捞起扑过来的安安，接过阿姨手里的鞋子给她穿上。我亲昵地逗了会儿安安，然后故意道：“安安，今天该去幼儿园了哦。”啊！安安开心的小脸一下就垮了下来，粉嫩的小鼻子都皱起来了。我哈哈大笑，连忙抱着她哄了一会儿。往常这种情况都要赵叔出马，没想到这次一会儿就哄好了。安安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虽然我总是对安安很溺爱，可安安一直很懂事，从来没有被我惯坏。我小时家道中落，被迫出国，20几岁流落到金三角，在金三角艰难地生存了数年，杀人、放火、运毒、抢劫，各种坏事我都做过，不知不觉混成了当地有名的蛇头。可随着坏事越做越多，地盘越来越大，我渐渐开始厌烦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几年前，我带人清理了地盘上新露头的一股势力，搜缴战利品时，我在装满毒品的汽油桶里发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。他看起来只有2、3岁，小脸凹陷，嘴角干裂，浑身脏污，几乎看不出原本的肤色。他的衣服虽然脏了，但款式却很新颖，应该是那伙人拐来的。我把他带了回去。后来我给他取名安安。再后来，我把产业交给手下打理，我则带着安安回国养老。收养安安时，我就决定不会再让她受苦，要让她像小公主一样，永远快快乐乐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安安视为亲生女儿。回过神，我看着安安，安安真乖，是不是好久没去幼儿园，想老师和同学们了啊？安安摇了摇小脑袋，不是哦。她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，是因为如果乖乖去幼儿园就会有奖励哦。我哭笑不得。
我说安安怎么这么喜欢赵叔，原来是被贿赂了。我无奈一笑，虽然赵爷爷对安安好，但是不可以让赵爷爷自己掏钱哦。赵爷爷买过什么要跟爸爸说。我看得出来，赵叔也很喜欢安安，说不定赵叔真会自己掏钱给安安买东西。安安嘻嘻一笑，露出2个甜甜的小梨窝，不要不要。安安，你也不想赵爷爷变成穷光蛋吧？不是的，爸爸，不是赵爷爷给我买的，是一个阿姨。安安认真地说道。阿姨说，我只要乖乖的，她就会送给我可爱的娃娃。现在阿姨们大多都在厨房里做早餐。阿姨？是哪个阿姨？我指了指厨房。安安摇了摇头，不是这些阿姨送的，那就是张阿姨送的喽。张阿姨会在安安起床后收拾安安的卧室，只有她不在厨房。安安嘻嘻一笑，嘿嘿，我提醒一下爸爸吧，是我们家最漂亮的阿姨送的。最漂亮的阿姨？我有点疑惑。家里的面积大，每天需要打理的东西多，所以我请的阿姨都是最有经验的阿姨，年龄都比较大，哪有漂亮一说。安安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爸爸你真笨，这都猜不到，阿姨早上还来给我送娃娃了呢。早上还送了？我察觉有些不对。我抱着安安来到卧室，张阿姨正在更换床单。安安小手指向房间角落，喏，在那儿呢，这就是阿姨奖励我的玩具，她还夸我乖了呢。我看向房间角落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。2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坐在墙角处，2双空洞的塑料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，而且其中一个正是昨天让赵叔丢掉的那个。没扔吗？赵叔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爸爸，阿姨又来看我了，就是这个阿姨送我的布娃娃哦。安安看着我，抬手指向了张阿姨的位置，可我除了张阿姨什么都没看见。张阿姨正在铺新床单，她熟练的一把扬起床单。一般来说，一张崭新的床单很快就会顺滑平整地铺在床上，可下一秒我却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因为我看见扬起的床单上赫然有一个诡异的人影。人影细长的手臂以诡异的角度疯狂抖动着，他的长发随着头颅的抖动四散而飞。安安却似乎根本没看到，他张开双臂向着人影的位置跑去。突然，刺耳的尖叫声从床单后面传来，张阿姨也发现了这诡异的人影。我一把抓住安安的胳膊，扭头冲出卧室，抱起安安疯狂地往楼下跑，期间我的双腿不停地颤抖着，几次都险些摔倒。终于跑到了楼下，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张阿姨很快也跌跌撞撞地跑下来了。我惊疑不定地望着楼上，全身都因恐惧而微微颤抖。此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我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了。赵叔闻声赶来，其他阿姨们也都从厨房出来了。看到这么多人，我恢复了些许冷静。赵叔担心地看着我，出什么事了？先生。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恐惧，转头看向赵叔。赵叔，昨天那个布娃娃你怎么处理的？我装在垃圾袋里交给物业收垃圾的人了，新的过几天就到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脸色一白，刚想开口，这时安安小脚一跺，仰起头对赵叔说，赵爷爷，你怎么可以扔掉我的布娃娃？紧张的氛围消失了许多，我和赵叔不由得一笑，果然还是小孩子，一点都不知道害怕。我松了口气，低头揉了揉安安的小脑袋，可下一秒我又惊恐地瞪大了双眼。那个布娃娃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安安手里，刚才明明没有的。安安，我颤抖着开口。突然一声尖叫传来，我看过去，只见张阿姨脸色极度惊恐，她哆哆嗦嗦地指着我身后，害怕地说不出话来。我猛地回过头，诡异的人影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的地板上。明明是白天，人影却像墨一般漆黑。巨大的恐慌蔓延上我的心头，那人影就像我的影子，诡异地从我脚后蔓延出来。我崩溃的大喊，抓着安安拔腿就跑。偌大的堂屋里顿时乱作一团，阿姨们尖叫着跑到了庭院。众人惊疑不定地站在庭院里，
我的影子恢复正常了，他似乎没有跟出来。我缓了好一会，然后给阿姨们都放了假，让他们回家了。我想给赵叔也放个假，但他拒绝了。也好，赵叔在这我也有安全感。那个大师没有骗我，要是方才信了他的话就好了。我看着平时奢华雅致的别墅，此时却让我有种阴森诡异的感觉。这里不能住了，我让赵叔去车库把车开出来，准备今晚找个酒店对付一下。很快车就开出来了，我和安安坐在了后座。车子发动，赵叔递过来一张名片，是叶大师的名片。我从后视镜里看着赵叔的眼睛，我现在确实很需要这张名片，但恰恰是这个原因，我觉得有点太巧了。巧合往往代表着阴谋。我对赵叔产生了一瞬间的怀疑，但很快我就打消了。赵叔的履历在最初聘任管家时我就查得干干净净，就连整容的报告我都有，而且作为我的管家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交给了赵叔。这几年来，赵叔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如果赵叔真是坏人，没理由放着那么多机会不把握，而是选择去跟一个疑点颇多的陌生人联手。我接过名片，这不能怪我在金三角闯荡，生死悬于一线。如果连这点警惕都没有，我现在说不定在哪埋着呢。此时赵叔也恰好开口，本想着要是再有可疑的事发生，我就把名片提供给警方当线索，没想到这大师是真有本事的。赵叔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怎么会让我们碰上这种事？对了，先生，大师应该还没走远，您看要不要现在赶紧联系一下？说的有道理，我当即照着名片打去电话。大师果然还没走远，我立刻让赵叔去接大师，然后把大师带到了附近的度假山庄安顿了下来。我让赵叔跟安去隔壁房间，而我一路上早就等急了，现在一进房间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交谈。大师全名叶鹤阳，师从龙虎山，门下弟子众多，据说还是当今风水界的一代大师。我陪着笑给叶大师沏茶。叶大师，今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错怪了大师的一片好意，实在是抱歉。这个房间我已经为大师包下来了，大师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其他的杂事我都会让我的管家安排好的，大师安心住下就行，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。叶大师乐呵呵地笑着，似乎一点都没在意先前的事。看来你已经看到什么了？我点点头，大师若是能救我，我事后必有重。大师突然挥手打断了我，他严肃地开口道：我接了一场法事，先前路过你家，发现你家白天都有阴煞气缭绕，必是沾染了什么邪祟，只是不知是何种邪祟。当时我在你家门前，就是为了确定这件事。大师停下，打量了我几眼，我尴尬地陪笑着，正想开口解释，大师又一次打断了我。现在我可以确定，此前的煞气是因你而起，虽然不知道你以前做过什么，但是大师脸色越发凝重，人的煞气与鬼的阴气相冲，你身上如此大的煞气都压制不住，想来这邪祟一定不简单。我大吃一惊，大师果然不是盖的，居然能看出这么多东西。我跟大师详细讲述了早上发生的事，还有前些天阿姨们看到人影的事也一并说了出来。大师皱紧眉头，思索片刻，说道：听你的说法，这邪祟不仅让人产生幻觉，还能影响现实，就算不是厉鬼也差不远了。他似乎针对的是你和你女儿，你最近有惹过什么人吗？这几年我一直老老实实的，从没跟人结过怨。我刚想否认，却又想到了什么，把前几日那个无人别墅的事说了出来。大师听完脸色一变，这我倒是没有注意，距离太远了，我看不出什么。这倒是真的，无人别墅距离我家大概有700-800米远，你周围并无阴气，说明了邪祟并未跟来。你可以换个地方住，但如果他是冲你和你女儿来的，肯定早晚会找过来。我顿时有些慌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大师帮帮我啊！大师示意我不要慌，他打开背包翻找了一下，最后从背包底部翻出一个木盒。大师把木盒推到我面前，目前我手上只有这个可以帮你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，生怕把我的救命稻草弄坏。只见木盒里躺着一个孩童样的塑像，孩童的双眼只微微张开一道缝隙，
他的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诡异笑容，身上还画着一些鲜红的符文。这是一个东南亚人给我的谢礼，我仔细看过，应当是东南亚那边的古曼童，而且这个是用刚出生的婴尸制作的，法力尤其强大。说着，大师指给我看，果然，这孩童的手指脚趾完全不像雕塑出来的，分明就是一具真的婴儿尸体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我听说过有人会养这些东西，但亲眼见到这还是第一次。这个法力强大，但有一些副作用，如果你不想用的话。大师思索了一下，目前我手头没带别的法器，只能是回去之后再给你带来了，最快需要7天。我看着这诡异的孩童塑像，脑海里闪过了那个诡异的人影，又闪过安安。我是安安唯一的亲人，安安还小，如果我死了，我问大师会有什么副作用？养古曼童需要每日喂养一滴自己的血液，只能用自己的，切不可用别的血替代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每日祭拜，最好也不要在家里跟孩子太过亲近，他会嫉妒的。但再怎么说也是孩子，你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养，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至于副作用，大师迟疑了一下，只要按照方法来，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，可能偶尔会发生一些灵异的事，那可能是他在玩或者对什么东西好奇了，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我听完大师的话，迟迟没有开口。大师见我迟疑，跟我保证道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这样吧，你且留好我的名片，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，回去取了我的法器，就来拔除这邪祟，再帮你把这古曼童请走。大师看了眼手机，站起身来，就先这样，不能再耽误了，我有急事，你帮我叫辆车，我这就要赶过去，你若是着急，可以给我订2张飞机票，我尽快赶过来。大师挎上背包就走了，走了2步，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对了，平时多给他烧香，买点零食玩具给他。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叶大师望着大师着急忙慌地离开，我叹了口气，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按大师所说，这古曼童法力强大，可以驱逐邪祟，所以我让赵叔带上安安重新住回了家里。我把古曼童供奉在之前阿姨们住的房间里，并特意叮嘱了赵叔和安安平时不要来这个房间。我和赵叔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，只花了短短半天时间就收拾得有模有样，供桌上摆着零食、玩具，还有一个颇具童心的香炉。总之，大师吩咐过的我都照做了一遍。收拾好后，我开始供奉。供桌前，我点了几炷香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我先是把他当小孩哄了一会，然后开始许愿。作为回报，我答应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，来作为还愿。这古曼童很有效，自从我许过愿后，那人影和脏兮兮的娃娃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虽然在家供奉一个婴尸瘆人了点，但再怎么也比那个诡异的人影好得多。这些天来，我每天都会在房间里放新的零食和玩具，顺便点上香跟古曼童说一会话。几天后，我发现房间里的零食总会莫名其妙少一些，这说明他应该是喜欢这些零食的。我当即吩咐赵叔每天多买一点零食回来。就这样平静了一段日子，那诡异的人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古曼童也安安稳稳的，每天只是吃零食。由于阿姨们都走了，每天都由我来收拾安安的房间。这天安安起床后，我照例来到安安房间收拾卫生。我铺完床单，开始扫地，扫着扫着，我从床边扫出了一个零食包装袋。我弯腰一看，只见床下堆了不少零食袋，怪不得这几天安安有些食欲不振，原来是偷偷吃零食了。零食怎么能当饭吃？我决定待会好好教育下安安。我把床下的零食袋都扫了出来，突然感觉有些不对。我一个个翻开，仔细查看了一下，然后惊讶地发现这些零食竟然全是供奉给古曼童的那些。大概是安安看到我每天都在那个房间放很多零食，趁我不在偷偷去房间里拿的。但给古曼童的东西怎么能给安安吃呢？收拾完房间，我下楼找到安安，安安正在吃早饭。我抱起安安，等他把嘴里的饭都咽下去。安安，跟爸爸说，床底下的零食是不是你吃的啊？安安听完吐了吐舌头，朝我嘿嘿一笑。
但这可不是在开玩笑，我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爸爸跟你说，安安如果想吃零食，可以找赵爷爷买，不可以去那个房间里，听明白了吗？”安安装模作样地扭过头。我叹了口气，加重了些语气：“听话，安安，不可以再吃了。”这下安安乖乖地点了点头。我满意地笑了笑，亲了一口安安，也坐下来开始吃饭。吃着吃着，安安悄悄用小手拉了拉我的衣角。我咽下嘴里的东西：“安安乖，爸爸快点吃完，该送你上学了。”“我没有呀，爸爸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”我一看，还真是。安安一手拿筷子，一手拿汤勺喝着粥。那拉我的是谁？我低下头，只见一只惨白的小手从餐桌下面伸出来，正扯着我的衣角。这情景让我顿时毛骨悚然，我的额头开始冒出冷汗。我鼓起勇气伸出手，缓缓掀开桌布，我的视线也顺着惨白的手臂一点点向上延伸。突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那只小手顿时松开衣角，缩到桌子下不见了。巨大的响声吓得我一激灵，我猛地转头看向声音来源，只见窗外不知何时开始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。明明是早上，窗外却像深夜一样漆黑。咔嚓，又是一道闪电，漆黑的庭院被照亮了一瞬，我看见落地窗上突然出现了一双惨白的小手。瞬间的光亮很快过去，周围重新陷入黑暗。我死死盯着落地窗，咔嚓嚓，一连串闪电照得屋外不停地闪烁。在闪烁的雷光下，一个浑身惨白的小孩紧紧趴在落地窗上，他全身毫无血色，全是眼白的眼睛瘆人地盯着我。他死死地贴着落地窗，不断咯吱咯吱地摩擦着，每次雷光闪烁，他都会明显地朝门口移动一段距离。我汗毛倒竖，转头就想带着安安跑，可一回头才发现安安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诡异的人影，他扭曲的手臂猛地朝自己探来。啊！我大吼一声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全身已经被汗湿透了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外面雷声阵阵，下起了大雨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凌晨1点钟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我颤颤巍巍地摸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然后举着手机下床，打开了房间的灯。灯一开，房间里亮堂了起来，我重重地松了口气。我一屁股坐回床上，缓了一会，擂鼓般的心跳渐渐平缓下来。突然一阵尿意袭来，我壮着胆子起身下床，准备去房间里的卫生间上厕所。我被这梦吓得不轻，走路都有点虚浮。心惊胆战地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我缓缓打开卫生间的门。忽然，咔嚓一声巨响，外面雷声大作，房间里灯闪烁了几下。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只好不停地在心里给自己壮胆。那只是梦而已，打雷电压不稳很正常。我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卧室的灯光将我的影子拉长，我瞬间停止了呼吸，巨大的恐慌瞬间笼罩全身。洁白的瓷砖墙壁上，我的影子缓缓长出长长的头发，身形也愈发诡异。我一口气都不敢出，只死死地瞪着面前的影子。影子的长发像海草一样飘动起来，以头为圆心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。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几次想拔腿就跑，可害怕的动不了。墙壁上，影子的手臂变得又细又长，然后缓缓举起，像一个稻草人。我用力攥着卫生间的门把手，浑身不断冒着冷汗。忽然，背后传来一声令人悚然的凄厉惨叫，面前影子的手臂蓦地剧烈抖动起来。面前是诡异的影子，身后不断传来女人的惨叫。我的内心终于恐惧到极点，我张大嘴巴，不断喘着粗气。我想大喊，却只能从喉咙里挤出呵呵的声音。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不再僵硬，我不可抑制地吼叫着，拔腿就跑。同时，一道闪电划过，窗外亮起一瞬后，房间里的灯也随之熄灭。我大叫着跑出房间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身后凄厉的女声死死跟着我，而且越来越近。窗外不时划过闪电，
把我映成了长发飞舞、四肢疯狂抖动着的诡异黑影。我快要疯了。对了，古曼童，我要跑到古曼童的房间里去。我拼尽全力跑到楼梯口，正要一步跃下，一只惨白的小手从黑暗中伸出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脚踝。我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一时间天旋地转，脑海里乱成一片浆糊。突然头部传来一阵剧痛，紧接着两眼一黑，然后就没有知觉了。再次睁开眼，赵叔和安安正围在我的床边。我打量了一下，不是在医院，还是在我的房间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突然头部传来一阵剧痛。我捂着头，发现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。赵叔连忙扶住我：“先生，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有轻微脑震荡，不能大幅度活动，要静养。”忍着头部传来的阵阵刺痛和眩晕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了。我扶着赵叔就要下床，眼下当务之急是离开这个地方。安安在一旁急坏了：“爸爸，你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啊，不可以乱动的。”我扯出一个微笑，揉了揉安安的小脑袋，示意我没事。赵叔，快联系叶大师。赵叔立马照做，边做边问道：“是不是发生什么了？”先生没有心情回答赵叔，我沉默地听着手机的铃声。可铃声响了好久，始终没有人接，我的心一点点沉下来。叶大师的本事我见过，不应该是骗子。再说了，他骗我图什么呢？我连钱都还没付呢。忙音响起，我不甘心，再次拨通叶大师的号码，可这次直接就响起了用户已关机。我气愤地将手机扔了出去，手机摔到了墙上，变得稀碎。我深吸了口气：“不好意思，赵叔，改天我赔你个新的，你先用着我的。”说着，我把我的手机拿给赵叔：“被那个叶大师骗了，咱们现在先离开这里。赵叔，除了身份证什么都不用带，我们走。”情况紧急，很快车子启动，我连后视镜都没敢看一眼，生怕会有什么追上来。在路上，我让赵叔想办法联系几个大师，只要赫赫有名的那种，钱不是问题。联系完后，我让赵叔把安安送到一处看护机构，多找了几个人照顾着，付了3倍的价钱。在事情彻底解决之前，不能让安安回家，我也不能跟安安住一起，国内的亲戚都不熟，所以只能先这样。一切安排好后，我和赵叔赶往最近的大师家。我躺在后座上庆幸着，还好赵叔没有离开我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带着礼物一一拜访了每个大师，有的大师给了我几件法器，有的大师只是叮嘱了几句话，有的大师听过后直接表示解决不了。最后一位大师姓马，他要求亲自上门，只是费用极高，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马大师带了大包小包不少东西，10点之前我们就带着马大师回到了家。一到家，马大师先围着别墅转了几圈，然后拿出了一个本子写画画。转了几圈后，马大师进屋挨个房间查看起来，每个房间都看得很仔细。看了很久，马大师叹了一口气，他拿过背包，把所有背包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。我看了看，都是一些木剑、葫芦、石块，还有几面镜子和一些符咒。马大师一刻不停地忙活起来，每一个屋子都摆了不少东西，有的挂在门口，有的放在床下，还有的在衣柜里。原本豪华的房子顿时变得有点瘆人。马大师忙碌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好。我看大师出汗了，当即招呼赵叔勘察。马大师摆了摆手：“不必了，既然收了钱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”我想客气一下，马大师却叹了口气：“没想到你家这么大，我带的东西不够。”听了这话，我顿时不镇定了。那怎么办？马大师示意我不用着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今晚会住在这里，最好是和你住一间。我吩咐过我徒弟了，他明早就能到。不过说到这里，马大师停顿了一下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也不光是大，这里的怨气浓度也是我前所未见的，再结合你浑身的煞气，这事你应该有什么头绪吧？马大师虽然年纪大，目光却炯炯有神，他盯着我的眼睛。在金三角的时候，我确实做了不少坏事，但不是我不说，实在是想不起来啊。我紧紧皱着眉头，
一直没有开口。马大师抚了下长髯，开口道：“也罢，怨气这么重，明显是死仇，知道也没有多大用处了。他不杀掉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我顿时慌了，刚想求大师想办法，大师一挥手打断我：“都说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既然收了你的钱，那我就算成了这份因果。今晚我在这里，包你无事。等我徒弟带来法器，我再布置一番，再结合你的煞气，就没有问题了。”我还是不放心，马大师，您能不能在我这多住几天，让我好好招待您？看着我希冀的眼神，大师点点头答应了。我松了口气，立刻让赵叔去准备一套床褥出来。忙得差不多了，我掏出手机给赵叔买了一块新手机，不然很多事不方便安排。哦，对了，大师突然问道，他拿出一个孩童塑像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了一眼，这是之前一个大师给我的，说这是东南亚的鬼曼童，他说供奉这个可以驱邪，刚开始还有用，可后面慢慢就没用了，我应该是被骗了。大师紧紧皱着眉，鬼曼童我知道，这似乎不是假的，可我总感觉不对。大师思考了一会，总之这个东西邪得很，你不要再祭拜了，我走之前帮你请走。我大喜过望，那太感谢大师了，以后大师若有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我拍着胸脯保证。大师摇摇头，不必，无功不受禄，报酬给足就可以了。说罢就闭目养神，不再搭理我了。往后几天都很顺利，大师的徒弟带来了很多法器，把房子每个看不见的角落都塞得满满的。自那以后就再也没发生什么灵异事件了，就连噩梦都没做过。虽然每天都睡在地板上，但每天都睡得很香。毕竟大师和我睡一屋，总不能让大师睡地板吧。我让赵叔把安安也接了回来。安安几天没见我，一回来就抱着我哭。安安以为我不要他了，给我心疼坏了，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变招法哄安安开心。不知不觉，马大师在我家住了6天了。这天一早，马大师跟我辞行，他说帮我请走古曼童就会离开。我自然是不舍，可让人大师一直不能回家，确实不是个事，我只好答应了。吃过早饭，大师就开始准备东西，准备好后，一直等到中午，大师才开始做法。我让赵叔在楼上陪着安安，我则跟在大师一旁看着。日上三竿，大师开始做法。只见大师紧闭双眼，对着供桌上的古曼童，口中开始念念有词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大师眉头越皱越紧，额头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。见此情形，我不禁也开始紧张起来。突然，大师猛地睁大眼睛，脸色潮红，紧接着喷出一口血，瘫坐在地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去扶大师。大师瘫坐在地上，口中喃喃自语：为什么他不愿与我沟通？这不对。我搀扶起大师，没有出声，生怕打扰大师。只见大师从怀里掏出一块布，布里包裹着一块破碎的镜片。大师小心翼翼地把镜片放在面前的地上，然后咬破手指，在镜片上滴了一滴血，然后举起镜片对准古曼童。大师盯着镜片背面，我这才发现这面镜子的背后也可以看见东西。我凑到大师身后，想看看这镜子里到底能看到什么。镜子里是古曼童的供台，我和大师正专注地盯着供台，突然供台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，头颅和四肢不停地抖动着，正是我之前见到的诡异人影。紧接着这镜片就碎掉了。这是母子煞。马大师面色难看，看起来有些力竭。我被这情形吓得不轻，连忙开口问道：大师，什么是母子煞？现在怎么办？大师猛地抓住我肩膀：徐先生，你信不信我？我点点头。那好，现在我要回去重新准备法器，你待在家里哪也不要去，相信我，我那些布置可保你无事。说完，大师深吸了口气，但这母子煞已经被我激怒了，今晚12点前我必须赶回来去除他们，12点一过，我们都要死，我不能耽搁。说完，大师就拿过我的车钥匙走了。我慌忙上楼，大致跟赵叔说了一下情况，让赵叔先把安安带走。我担心马大师不认路，就吩咐赵叔安置好安安后直接去找马大师。赵叔不敢耽误，立刻下楼去开车。
安安拽着我的袖子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又不要我了？”我心急如焚，一边哄着安安，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文件，想着能不能找到线索。毕竟大师说了，这是死仇，应该不难找。正翻着，安安指着一份文件问道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啊？”我扫了一眼，是赵叔的文件，上面有赵叔的整容信息。没什么，这是赵爷爷整容前的照片呢。我没在意，安安却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。我感觉好眼熟啊，总觉得我以前见过。我动作一顿，什么？我本能地开始回忆关于赵叔的所有细节。滴滴，赵叔在楼下按喇叭了。我眉头一皱，没有时间细想了。我连忙带着安安下楼。车子发动时，我透过车窗看着赵叔的脸。赵叔降下车窗，对我说：“先生，我马上回来。”车子扬长而去。我看着远去的车影，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就是我和安安的最后一面。番外，我叫扎特猜，从小生活在东南亚。我有一个弟弟，我像爸爸，他像妈妈。我们家从祖上就精通风水，在当地十分有名。我和弟弟40多岁时就已经名扬当地，经常受邀给人办法事。虽然弟弟比我小，但他这方面的天赋远比我强，在当地也比我出名。一天我回到家，弟弟已经回来了。他很开心，他说今天遇到一个很大方的人，只要帮他改运势就给80万。弟弟说等80万到手，全家一起去吃大餐。他很喜欢一家人一起聚餐。我开心地答应了。几天后，弟弟死了。我亲自为弟弟办了法事，在他的灵前，我跪了3天。后来我到处打听，终于打听到了消息，是弟弟口中那个很大方的人杀了弟弟，因为他觉得法事没起效。他叫徐明，我听说过，在当地势力很大。我想报仇，可我接近不了他，连他的消息我都打听不到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毁了容，然后每天跟他的手下混脸熟，攀关系。这段时间，我经常能听到哪个大佬被他杀了，哪块地盘被他打下来了，谁做的法事没用被他杀掉了。终于让我等到机会时，已经过去了4年。他的车队开进了一座寺庙，这寺庙坐落在偏僻的山脚下，平时没什么人去，可整座寺庙都金碧辉煌的。我紧跟着车队，寺庙门口大部分手下我都认识，于是我成功跟了进去。进去后，我躲在一旁准备伺机报仇，没想到却看到了让我一生难忘的一幕。几名手下从后备箱里拖出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看样子已经足月了。那女人奋力地挣扎着。徐明喝问手下怎么抓来了一个孕妇，那手下战战兢兢地说刚好有人卖就买下来了。徐明正要发怒，住持却告诉徐明，孕妇的效果比一般女子更好，只要把这孕妇活祭，法事肯定能成功。徐明听完，恭敬地谢过主持，然后指挥手下继续。几名手下将那孕妇的手腕、脚腕、手肘、膝盖用粗铁钉死死地钉在了十字架上。那孕妇疼得不行，不停地流着眼泪，哀求徐明放了她。住持没有理会那孕妇的惨叫，他用刀将她的肚子剖开，为了保证胎儿出腹时活着，他每次都割得很浅。场中的惨叫渐渐变成了哀嚎，孕妇疯狂地扭动着，想要逃离这生不如死的痛苦。很快，住持从血淋淋的刀口里挖出了2个婴儿。地狱般的一幕让我几乎呕吐出来，我死死地瞪大双眼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十字架下的土地被血染成暗红色，但酷刑却远远没有结束。住持将婴儿放到一旁，然后给十字架通上电。那十字架有玄机，电流似乎不会流过孕妇的重要器官和大脑，电流大小似乎也可以调整。住持告诉徐明，法事必须持续10分钟。他不停地在十字架上抽搐着，他大概一直在哀嚎，却只发出了凌乱的惨叫。电压不断增大，他整个身体剧烈地抽搐着。终于，他挣开了手臂上的铁钉，但他再也没有力气惨叫了。
他的手臂在剧烈的痛苦下疯狂扭动着，仿佛想要逃离自己的身体。徐明不断提高电压，他的头发全都倒竖起来，手臂却渐渐僵直。很快，十字架上只剩一个焦黑的人形，就像一道影子。我躲在暗处，死死地捂住嘴巴。等人走光，我爬过去抱起了地上的2个小孩，是一对双胞胎，都是女孩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抱回家，一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还有微弱的呼吸。死掉的那个我做成了古曼童，另一个救了过来，被我养大。2年后，有人找我做法事，说自己被冤魂缠上了。他总是可以看见一个诡异的人影，还能听见凄厉的惨叫。我并未多想，就去了他家。可当我看到那熟悉的人影，听到那熟悉的惨叫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当即喝问他，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了我。他叫叶赫，是个人贩子。10几年前，他拐卖人口到边境，被警察围捕，无奈只能带着拐来的小孩越过边境，逃进金三角。他一直带着拐来的孩子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卖掉。可随着那孩子越来越大，不但没卖掉，几年前还怀孕了，怀的是他的孩子。眼看孩子就要出生，正当他决定把这拖油瓶扔掉的时候，居然有人来把它买下了。当时他数着钱，开心极了。可过了几日，他就开始看到诡异的人影，半夜还会突然听到凄厉的惨叫。他找过很多大师，可都没用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安稳几日就又会出现。我告诉他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他需要把怨魂带给真正害死他的人。我提出可以帮他找到那个人，但他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他答应了，于是我告诉了他徐明的身份。条件是他必须先想办法让徐明收养一个孩子。就这样，我把安安交给了他。他很快完成任务。我告诉他转移怨魂的方法，并跟他说，怨魂跟了他很久，他还需要一样东西来留住怨魂，只要把这东西也给徐明，那怨魂就会永远离他而去。就这样，我把古曼童也给了他。没过多久，徐明回国了。我收到消息，去整了容，想办法成为了他豪宅的管家。他很信任我，什么事都交给我干。安安也没认出我，但他总会不自觉地亲近我。叶赫在国内是通缉犯，回国后躲躲藏藏，花了好久才找到徐明的住址。为了方便躲藏，他躲进了附近一家没人住的别墅。转移怨魂需要半个月，这期间叶赫多次露出马脚，好在就算被发现，徐明也不会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很快，古曼童也卖给了徐明，叶赫一脱手就跑掉了。很快，他们母女2人就搅得徐明快要发疯，本来应该直接要了徐明的命，可他身上的煞气确实重。杀了那么多人，煞气能不重吗？徐明被吓坏了，他联系不上叶赫，只能再找其他人。其中那个马大师颇有几分本事，一番布置后，他们母女根本进不了徐明的身。我一直在找机会，可徐明总是把安安拜托给我，我不想让安安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这太过残酷。今天机会终于来了，马大师离开后，徐明让我把安安也送走。临走前，我把马大师的布置倒置了一部分。等我送走安安回来时，徐明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。我走到徐明身前，他虚弱地求我叫救护车。我剪断一节电线，狠狠地塞进了他的鼻孔，不一会就冒烟了。我挑了几样马大师留下的法器，做了一场法事，跟那个住持做的差不多，只不过这次是用徐明的魂魄告慰了他们母女2人。几天后，我去接安安放学，安安一出来就扑过来抱我，我抱起安安，将2个布娃娃放到了安安怀里。这是之前漂亮阿姨给我的。是的，她是安安的妈妈哦。那这是妈妈给我的礼物吗？没错，安安要记住她哦。那之前给安安零食的是谁呀？是安安的姐姐哦。好爷，安安也有姐姐啦。我笑呵呵地看着安安。回到家，今天的报纸已经到了，我看了2眼。赵爷爷，吃饭了。哈哈，来了。我将报纸放下，起身去吃饭。赵爷爷，今天的报纸上有什么故事吗？有啊，
今天的故事叫潜逃22年通缉犯落网，已执行死刑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